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中文频道。今天我们要一起盘点一下中国最值得去的城市。我会从吃、玩、住、行和你一起去了解这些城市。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首都北京。北京的占地面积约16455平方公里。人口2184.3万。北京还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每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是一座全球化城市，是世界人口第3多的城市，人口最多的首都。它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背靠燕山。我自己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的北京。北京和别的城市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它就是一个非常的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有着丰厚历史风韵的名胜古迹，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大气磅礴。那去了北京，首先要去的一定是万里长城，去看一看古代人民的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当然还有紫禁城，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紫禁城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当你穿梭在紫禁城内，看着高高的城墙，会有一种时间穿越带给你的巨大震撼。当然还有故宫博物馆、天坛、颐和园等等。对了，如果你是体育爱好者，一定要去鸟巢和水立方看一看。北京的奥林匹亚中心也是非常值得一去，还有别忘了去北京的胡同里转一转，感受北京的胡同文化。当然，如果你有时间又可以起得早，别忘了去体验一下北京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北京呢，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艺术形式，京剧。京剧呢，深受北京老百姓的喜欢，在北京的街头都偶尔可以听到一些抑扬顿挫的京剧段子。北京除了这些名胜古迹，还有非常有名的2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呢偏文科类，那清华大学偏理科类。想要去中国留学的同学们，可以去这2所大学的网站上看一看。来北京，你可以品尝到烤鸭、豆汁儿、炸酱面等传统美食。去北京一定要去全聚德吃一下北京烤鸭，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吃过，现在味道怎么样就不知道了。还有一定要去北京小吃一条街，王府井小吃街，去品尝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如果带着小朋友，一定要去尝一尝北京的糖葫芦。那在北京呢，你可以选择住在高档酒店，比如王府饭店、京城皇家酒店、北苑宾馆等等有各种星级酒店，也有很多连锁酒店。当然呢，我也是个人比较推荐的，可以去住在胡同里，体验一下北京的四合院。今年呢，我订了暑假去北京的机票和酒店，当然我订了一家呢四合院，到时候会带大家实地游北京，我们一起在北京的胡同、大街小巷里穿梭游玩。那北京的交通当然也是比较方便的，可以选择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多种交通工具。还有就是别忘了一定要下一个滴滴打车。第2个城市是中国的经济、金融
和交通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时尚的城市之一。你猜到是哪里了吗？没错，上海。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的中心，长江三角洲的最东部，占地面积6340.5平方公里，人口约2475万，是中国人口第2多的城市。上海是全球金融中心，也是一座非常现代、特别时尚、富有活力的城市。外滩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都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建筑。上海给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各种高楼大厦、摩天大楼。我自己在2007年的时候呢，在上海工作了快2年。那当时上海给我的感觉呢，确实非常的时尚，但是同时呢，那些高楼大厦会让你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就是节奏非常的快。去上海一定要去上海的外滩看一看，尤其是外滩的夜景。黄浦江的外滩到了晚上灯火通明，各种霓虹灯闪烁，非常的美，也是很多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屹立在外滩的东方明珠塔里呢，还有一个旋转餐厅，可以俯瞰整个上海滩的美景。东方明珠集电视塔、观光塔、时尚餐饮、历史陈列等多功能厅于一体。还有建于明朝时期的豫园。当然，上海也是女人逛街的天堂。南京步行街聚集了各种品牌、奢侈品店、连锁店，路边遍布着各种上海老字号商店和商城，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街。除了这些景点，还有各所高校，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大学，还有上海外国语学院。来到上海，你一定要品尝一下上海的小笼包、上海的小龙虾、生煎包、红烧肉等等当地的特色美食，逛一逛上海的城隍庙，还可以去体验一下上海的茶馆、淮河路上的酒吧一条街，那里的外国人非常的多。那在上海住的话呢，可以选择各种星级饭店，上海国际饭店。上海国际饭店呢，是上海最古老的酒店之一，当然还有连锁饭店，你也可以选择青年旅馆。出行就更方便了，可以选择地铁、公交、出租车等等交通工具。你也可以选择踩一踩脚踏车可以在市中心呢有那种小的电动自行车，你也可以去租这样的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当然你可以选择在上海坐那种双层的观光车，绕着上海城和外滩来一个短暂的旅行。这一期我们就聊这2个城市，看看这张图，猜猜看下一期我们将会去哪个城市。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也欢迎你告诉我你心目中中国最值得去的10个城市，我们一一来盘点。聊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你一定很想赶紧去中国走一走吧。下一期我们就来学习一些关于中国签证的词汇，了解中国签证的最新政策，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分享给更多的人。谢谢，再见。